看到我上期视频，评论区里有老哥提到 MX40 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GeForce 4显卡，甚至可以说就是优化版的 GeForce 2，确实如此。相比 GF2， 它只是加入了光速显存架构、无损 Z 压缩这些源自 GF3、GF4 上的新技术，但并不具有关键的可编程顶点像素着色器，这导致它并不真正支持 DX8， 所以从架构逻辑上，它和真正的 GF3、GF4 相差甚远。不过，因为在游戏中能绕过高级特效，单论帧率表现倒还不错，这致使 NVIDIA 好不容易在 GeForce 3上通过大刀阔斧的技术改良摘掉了傻块帽子，又一次被 MX40 给扣了回来。但因为它的推出，正赶上发展中国家 PC 的快速普及，人们娱乐游戏需求的爆发，使得它成了风口上的猪，迅速占领了广阔的入门级市场。很多人入手的第一张独立显卡就是 MX440， 我手上这张 MX440 是后期更换接口的 HP8X 版本，显存速率相比初期版也有所提升，得益于 NV18 核心，采用150纳米工艺，即便频率狂飙起来，发热也低于大部分 GF2 老前辈，所以我这张还是当年常见的被动散热版。它到底没品在哪儿？首先，这是2002年，而不是千禧年，更不用说我手上这张还是2002年年底才推出的 AG8X 版本。尽管当年绝大部分购买它的人并不会计较它，只是那时候 NV 已经大量铺货像 GF3 钛200这样的甜品级 DX8 显卡，也有真正意义上的 GF4 显卡，比如我手上的钛4200。钛4200定位和 GF3 钛200一样，属于除了频率较低外，和同系旗舰核心无区别的真甜品卡。它使用和钛4800完全一致的 NV28 核心，就像 GF3 钛200使用的也是和钛500完全一致的 NV20 核心一样。从核心编号就能看出，真正的 GF4 和 GF3 是同一世代的产物，而 MX40 看上去就像该和 GF2 坐一桌，只不过新技术的加持让它还是比老 GF2 们快上不少。说到这里，我觉得不妨把这个破真 GF4 MX40 和我手上的 GF4 钛200做个全面对决，我也会把前代的 GF3 钛200拿出来作为参照物。测试平台我选择了一套奔腾4 524 CPU 加华擎 Kodo 865GB 的主板的组合，内存是2根三星 UCCC 512兆原厂 DDR 条。虽然这套配置超出了历史年份，但非常适合模拟02到03年左右的高端 PC 环境。因为奔腾4 524的规格和 PC 平台多线程之组奔腾4 3.06 高度接近，只是核心从 Northwood 换成了 Prescott。 不过我手上这颗是后期 G1 部件，发热可控，用轻咬3压制 FPU 烤级30分钟不超过50摄氏度。测试项目我选了 3D Mark 2001 SE 和 3D Mark 2003，分别对应它刚上市时以及上市一段时间后的性能标杆。游戏则选了重返德军总部、英雄萨姆2以及 GTA 3 3D Mark 2001 SE。DX7 是基础， DX8 是巨大加分项。在这个测试里 MX40 就已经露馅了，因为在需要 DX8 可编程像素特性的测试场景，它完全无法运行，而钛4200和前代钛200都因对 DX8 知识完善，不仅能完美跑完全部测试，还拿到了很高的分数。 3D Mark 2003 DX7 只是敲门砖， DX8 是重要基础。在更新的 3D Mark 里 MX40 表现更差了，更多的测试因特性支持不足而直接无法运行。钛420和钛200虽然也吃力，但至少还能跑。从分数比例就能看出 MX40 和同期真正的甜品卡差距有多大。重返德军总部，低分辨率下尚可滥竽充数，高分辨率下原形毕露。这游戏基于雷神之锤3引擎，
但材质地图复杂度更高，吸纳了更多新技术，要求远高于1年前的《雷神之锤3》。MX440 在低分辨率下，差距还不算天壤之别，但到了高分辨率就被钛420和钛200远远甩开。英雄萨姆2全员被碾压，即便在 DX8 特效有所屏蔽的基础上，这游戏好玩，拿各种武器在不同地图爽杀就行，不用管剧情。当它刚推出时，和当时一批硬件杀手游戏一起，迅速推动了速龙 XP、北牧奔腾4的普及，也把20世纪的显卡基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在如今 RTX 3090都还能算高端的时代，想想有点难以置信。GTA 3光看帧率有模有样，但不对劲的画质暴露了一切。低分辨率下 MX440 的帧率竟然没比钛420和钛200差太多，当然仅限于帧率。从画面看 MX440 明显偷工减料了，注意它的雾化效果、滤镜和 map 表现。到了真正吃性能的高分辨率下，真正 DX8 显卡的可编程像素流水线才开始发力，而 MX440 作为超级 GF2， 纵有光速显存等新 buff 加持，效率上已被原理领先的正统 DX8 卡拉开代差。看到这里，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其实皇室刀法的逻辑一直以来都很清晰，细分市场与需求，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尽管利润最大化必然意味着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由消费者埋单，而越低端认知和选择条件往往更局限的客户，反而更容易买到实际性价比更低的产品。正如当年性能强很多的 GF3 钛200，在价格与 MX440 相仿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依旧会为了省100到200块钱选择 MX440， 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因为买到了新一代的产品。会去蹲守寻找正价 GF3 钛200的终归是少数。很取巧的是，当年绝大部分新装机用户玩的是石器时代冒险岛这类游戏，或者最多用着15寸或低带宽17寸 CRT 显示器。这些场景恰恰绕开了会让 MX440 暴露短板的高分辨率、高复杂度环境，这使得它在自己的定位里成了超值的选择。一个更难崩的事实是，虽然当年的硬件发烧友觉得 MX440 臭不可闻，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作为守门员甚至是超模的。因为 MX440 至少在低分辨率或要求不高的游戏里，还能碰瓷一下当年的正经甜品卡，毕竟傻快也是快。相比之下，如今定位类似的50后缀卡，性能往往只能和多年前的甜品显卡看齐。我不由得想到个地狱笑话，在这个 AI 时代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这些见多识广，觉得 RTX 4050、5050臭不可闻，远不如老当益壮 RTX 3070、3080的人，也改变不了大部分新购机用户会下意识觉得新显卡好厉害，并不觉得这种东西恶臭的事实。毕竟大部分人不会深入了解这些，而且或许等到多年后家用 PC 淡出大众视野时，这些我们现在觉得臭不可闻的东西，也会像前面那个更难崩的事实一样，被后人缅怀。毕竟低端独立算力单位也是算力单位嘛。